当爱流向自己，爱情自然向你靠拢。这句话真正让我懂，是在我一次次把心散落在别人的眼光里，一次次把自己的价值交到他人手中，一次次在期待与失望之间反复摆荡后，才慢慢看清的一个安静真相。原来爱情之所以迟迟不来，不是因为世界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而是我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。那段日子里，我像一个不停伸出手的旅人，想握住谁，想被谁选择，想被谁理解，想从另一个人的眼睛里找回自己的存在感。我以为只要爱情来了，我就能被证明，能被完整，能被看见，能够终于相信自己值得。但爱情没有因此靠近，它反而离得更远，像是看着我匆忙的步伐，提醒着我，你不是在找爱，你是在逃避没有爱自己的那片空。我当时听不懂，只觉得命运很冷，世界很残忍。为什么我明明渴望爱，却总遇不上对的人？为什么我明明真心付出，却总换来新的空洞？为什么我越想靠近，越感到孤单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镜子前看到的自己，不是不好，不是不够，不是不值得，而是太用力，太勉强，太渴望从他人那里拿到早该有我自己给自己的东西。我才第一次懂得，原来没有爱自己的时候，外界的爱无论多真都会流失，因为我没有容器接住它，因为我没有相信自己值得承受这么深的喜欢，因为我总在心里偷偷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心底有点酸，因为我终于看清，爱情不是不来，是我没有为它准备好一个入口。于是我做了一件看似小，却在我的生命里掀起巨大转折的事。我开始把爱慢慢流回自己的心里，不是自恋，不是自我陶醉，不是高调的我很好，不是表面的开心，而是一种很深、很诚实的靠近，靠近自己的需要，靠近自己的脆弱，靠近自己的缺口，靠近自己的愿望，靠近自己的渴求。我开始不再用贬低的语气对自己说话，开始不再因为别人不选择我，就推翻自己的价值，开始不再把全部期待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开始不再因为害怕孤单，就急着把心交出去。我第一次学着和自己站在同一边，而在我这样做的一段时间里，发生了一件我没有预料的事。我的心变得亮了，不是灿烂的亮，而是一种稳稳的亮，像一盏不再被风吹动的灯，像一个终于安住下来的湖，像一个不再为了被爱而焦躁的灵魂，开始散发自己的节奏。就在那个节奏里，爱情真的开始靠近，不是因为我变漂亮，不是因为我变成功，不是因为我变强，而是因为我变得完整，因为我不再需要爱情来填补我，而是愿意让爱情与我并肩。当我开始爱自己，我不再吸引需要拯救的人，不再吸引无法回应的人，不再吸引忽冷忽热的人，不再吸引让我缩小、委屈、消耗的人，
我吸引来的是看得见我的光的人，是想靠近我而不是利用我空洞的人，是愿意一起走而不是带我走的人，是把我当成选择而不是备用的人。我也发现，当我愿意爱自己，我会更诚实地选择伴侣，不再勉强，不再降低标准，不再为了被爱而抓住不适合的人。因为我知道，我值得被温柔对待，值得被努力珍惜，值得被放在心上，值得被看见，值得被爱的安定，值得被爱的刚刚好。而就在这份我值得的频率里，爱情不再是一种用力的追求，而是一种自然的靠拢，像潮水选择岸，像光选择花，像春天选择大地，像命运选择刚刚好的时机。当爱流向自己，爱情才会知道，你是准备好的人，你是能承接的人，你是已经从内在发光的人。那种光会成为一种温柔的召唤，吸引另一个同样亮着的人向你慢慢走来。当爱流向自己，世界会知道，你不再用爱情去填补自己，而是用爱情去延伸自己。那时，爱情不再是救赎，而是一种同行。也就在那一刻，你会明白，原来爱情靠近你，不是因为你一直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从心里拥抱自己。当我学会爱自己，所有关系都开始变得顺畅。这句话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懂的，甚至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以为关系之所以不顺，是因为我不够好，不够懂事，不够贴心，不够成熟，不够让人喜欢。于是我用尽所有方式让自己变更容易被爱，却没有发现，我越是努力贴近别人的期待，就越是远离自己。那段日子里，我总是以他人为中心旋转，想着对方舒服吗？需要什么？会不会不开心？会不会误会我？会不会就这样离开我？我想维持关系，却失去了自己。我想获得爱，却消耗了爱的来源。我没发现，原来我一直在用牺牲自己换取被需要，而那不是爱，那是一种深深的恐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不是关系让我受伤，是我在关系里丢失了自己。我在镜子里看着那个被取悦、被压抑、被讨好、被缩小的自己，第一次对他产生了心疼。我问他，你怎么把自己弄丢得这么彻底？你怎么把别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比自己的感受还大？你怎么把爱的权利交给那些并不懂你的人？那一刻我突然懂了，原来我不是没有被爱，而是我没有先爱自己。于是我开始做一些从来没做过的事，我不再逼自己当那个永远都愿意的角色，我不再因为对方一句语气就自责半天，我不再为了避免谁离开而违背直觉，我不再把自己压到边边角角，只为了让别人舒服。刚开始，我感觉非常不习惯，因为我原本太依赖让别人满意来获得安全感。现在我突然要靠自己站好，难免会慌，
会不确定，甚至会害怕。但也就在那样的练习里，我慢慢感觉到自己真正长回了身体，长回了心理，长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当我开始爱自己，有些我以前觉得很难开口的界限变得轻松自然。我不再用抱歉来解释每一个需求，不再用害怕来包裹自己的诚实，不再因为对方一句不耐烦就觉得自己做错什么。我开始能在一段关系里保持自己的形状，而就在这样的变化里，我发现所有的关系真的开始变得顺畅。那些一直让我心里不安的互动，因为我变得清楚，反而变得简单。那些容易让我受伤的对话，因为我不再扩大解读，反而变得轻盈。那些常常让我觉得委屈的场景，因为我会说出自己的底线，反而变得自在。那些让我疲惫的付出，因为我不再从匮乏给，反而变得有力量。而最神奇的是，真正爱我的人，在我开始爱自己之后，反而更靠近，更珍惜，更愿意理解我，更愿意用我能接收的方式来爱我。因为我不再把自己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，他们也会把我放在真正的位置。我也发现，那些只愿意索取，不愿意回应，不愿意尊重我的人，慢慢从我的生命淡掉。不是我赶走他们，而是我的能量不再与他们对应，我的心不再需要那样的关系，我的灵魂不再跟匮乏的人共振。当我学会爱自己，我开始吸引的是频率一致的人，能互相理解的人，能互相支持的人，能与我一起成长的人，能与我分享真实的人。关系变得干净，变得平衡，变得温柔，变得透明，变得不需要猜，也不需要忍。我才明白，所有关系的流动顺畅，其实都源自于最底层的一件事：我是否正在好好爱我自己？当我重视自己，别人也会重视我；当我尊重自己，别人也会尊重我；当我善待自己，别人也会以善意靠近；当我不再亏待自己，世界也不再亏待我。我走过那么多委屈，那么多心碎，那么多反复的自我否定，如今我终于知道，原来爱自己不是自私，而是让世界知道，我值得一切真实而善良的爱的方式。当我学会爱自己，所有关系都开始变得顺畅，因为我不再用欠缺，在要求别人爱我，我用完整，在迎接爱靠近。那是真正的爱的开端，而我终于准备好了。当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幸运也开始把你放在心上。这句话真正落进我心里，不是在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，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放在最后，把需求藏在最深，把情绪压到最底，把疲惫当成正常，把勉强当成习惯，把逞强当成日常的那段黑暗里。那时候的我，总以为顾全大局才是成熟，把别人放在前面才是善良，委屈一点没关系才是懂事，自己忍一下就过了才是能干。于是我用尽力气照顾每一个人，却唯独没有照顾到自己。
我习惯在别人需要我的时候出现，在别人情绪重的时候接住，在别人迟疑的时候让步，在别人沉默的时候理解。可是当我自己沉下去时，我却没给自己半分空间。我以为这样做会换来幸福，会换来被珍惜，会换来被放在心里的感觉，但结果却恰恰相反。世界没有因此更温柔，幸运没有因此更靠近，反而我越忽略自己，越被世界忽略。我越牺牲自己，越吸引需要我牺牲的人。我越把自己放在最后，越被命运放在边缘。我那时不懂，只觉得人生很累，世界很冷，好事总是轮不到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极度疲惫的深夜里，突然像被什么敲醒。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被消耗的没有光的人，忽然问自己，如果连你都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你要怎么期待世界替你做到？那句话像一道微光，划开了我心里长久的隧道。原来幸运不是偏心，幸运只是跟着能量走。当我把自己放在最底，我的能量也沉在最底。幸运靠近不了，机会靠近不了，好事靠近不了，因为我把自己藏得太深，也压得太低。那一天之后，我开始做一件从未想过的事，我把自己放回人生的第一位。不是骄傲，不是任性，不是自私，而是一种回到中心的决定，一种终于愿意承认自己值得的勇气。我开始让自己休息，在累的时候停下，不再逼着自己一直往前。我开始诚实，对不喜欢的事说不，对会伤害我的关系说停。我开始保护自己，不再把所有人的情绪往心里扛。我开始善待自己，允许自己快乐，允许自己需要，允许自己放松，允许自己期待。刚开始，我很不习惯，甚至会感到罪恶，觉得我是不是太自我了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，当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世界真的开始改变。我不再被不对的人消耗，因为我不再允许那样的对待。我不再被不适合的关系拖着走，因为我看清自己值得更好的。我不再吸引让我委屈的境遇，因为我不再带着委屈的能量生活。我开始遇到更尊重我的人，开始收到更清晰的机会，开始感觉人生在某些地方变得轻盈，甚至有些我一直以为和我无缘的好事，竟然在我愿意给自己多一点爱的时候，悄悄靠近。那时我才明白，幸运不是挑人，幸运是靠近那些愿意善待自己的人。因为当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我的能量变得明亮，变得稳定，变得不再讨好，变得不再匮乏。而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喜欢靠近这样的能量。我开始发现，人生顺利不是因为我更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和自己作对，我不再让自己处在不值得的位置，我不再让自己待在不平衡的关系，我不再让自己扛不应该扛的责任。当我越重视自己，宇宙越重视我。所以，当我把自己摆在第一位，幸运也终于知道，
该把我放在哪里？他放我在被看见的地方，放我在被支持的道路，放我在被温柔对待的人群，放我在刚刚好的生活里，放我在最靠近光的位置。我才真正懂得，原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不是抢位置，不是夺爱，不是自我中心，而是向世界宣告：我值得被善待，我值得被呵护，我值得拥有顺畅而美好的生活。而那个宣告，就是幸运靠近你的入口。你珍惜自己多少，世界就珍惜你多少；你重视自己多少，机会就靠近你多少。你把自己摆在多前面，好事就会为你排多前面。当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幸运真的会把你放在心上，因为你终于愿意把爱留回自己。你越能照顾内在小孩，宇宙越愿意照顾你。这句话在我心里真正成型，不是在我第一次听到内在小孩这个概念时，而是在某一段人生的低谷里。我突然发现，我所有的焦虑、害怕、敏感、慌张、退缩、委屈、逞强，其实都不是成年后的我，而是那个曾经受过伤、被忽略过、被误解过，却始终没有被好好抱住的小小的我，在心里发抖。我以前并不知道，原来我生活中那些反复的情绪，那些明明没什么事却突然崩溃的瞬间，那些明明已经长大却还是不安全的恐惧，那些人际里总是过度努力的惯性，都在暗示我的内在小孩一直在呼唤我，只是我以前听不懂。我以为自己只是脾气不好，只是太敏感，只是想太多，只是容易胡思乱想，只是肠不大。而其实那都不是缺陷，那是内在小孩在敲门，在说：你能看见我吗？你能带我回家吗？你能停下来听我说吗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完全预料不到的崩溃里，突然感觉自己不是哭给现在的事情，而是哭给那些很久以前的自己，哭给那个被误会的我，哭给那个不敢吭声的我，哭给那个一直想要被抱一下却从来没等到的人。那一刻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听见内在小孩的声音。他不是指责，不是责怪，不是怨恨，只是小小的，非常小小的一句：你能不要再丢下我吗？那句话让我整个人沉下来，像是心被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抓住。我忽然明白，我这些年来不是没有人陪，而是我没有陪自己。不是世界没有照顾我，而是我没有照顾内在的小孩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慢慢的，一次一点的走回那个曾经被忽略的地方。我跟自己说，我在这里，我不会再逼你了，我会听你说，你累了就休息，你害怕就靠过来，你不必再用那么成熟的方式假装自己不痛。我第一次让内在的小孩被我拥抱。刚开始，我觉得自己像在演，觉得很怪，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幼稚，觉得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但很奇妙的是，
当我越愿意停下来安抚内在的小孩，我的心就真的开始变得平静。那些反复不安的情绪开始有出口，那些突然涌出的害怕开始被理解，那些不知如何是好的慌张开始有方向。而就在我越能照顾自己的内在小孩时，我发现外界的事件也开始悄悄跟着改变。我不再吸引让我伤心的人，因为我不再需要用受伤的方式才能感觉到熟悉。我不再勉强自己待在不适合的关系，因为我想给内在的小孩安全。我不再把别人的情绪全往身上扛，因为我知道那会压到内在的小孩呼吸。我不再不敢表达需求，因为我知道内在的小孩值得被尊重。我不再走向让自己委屈的选择，因为我愿意保护那个在心里的小小的我。而就在我这样转变的期间，生命里开始出现一些我从未期待的事情。有人开始主动支持我，有些事情变得顺利，一些困在很久的难题突然松动，一些该离开的人自然离开，一些该靠近的人自然靠近，甚至有些我一直祈愿的方向突然开始出现线索。不是因为宇宙突然偏爱我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愿意爱我自己了。宇宙是一面镜子，当你照顾你的内在小孩，宇宙就照顾你。当你愿意听自己的心，宇宙就愿意听你的愿望。当你不再忽略自己的需要，宇宙就不再忽略你的请求。当你给自己安全，宇宙就给你支持。当你愿意保护自己的脆弱，宇宙就愿意保护你的前进。因为宇宙不会比你更相信你，不会比你更爱你，不会比你更重视你。你怎么对待你自己，就是你向宇宙发出的讯号。当你照顾内在的小孩，宇宙接收到的讯号是：我值得被温柔对待，我值得被拥抱，我值得被看见，我值得被接住。而宇宙就会以它的方式，一件一件，一点一点，用事件，用人，用巧合，用机会来回应你。有时候是帮助，有时候是方向，有时候是支持，有时候是灵感，有时候是突如其来的好消息。但每一次都像在说，你愿意爱你自己了，所以我也能更爱你。你越能照顾内在小孩，宇宙越愿意照顾你，因为你在照顾的不是脆弱，而是你最纯净的能量，你最真实的生命，你最接近宇宙本质的那部分。而当你把那部分抱回来，世界就会开始变得柔软。当我观察自己如何爱人，我也更理解如何爱自己。这句话真正让我沉下来思考，是在某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在爱别人的方式里，藏着我对爱的信念，也藏着我对自己的误解。我曾经以为，爱是一种付出，是一种尽量给，尽量懂，尽量撑，尽量理解，尽量体贴，尽量不麻烦别人，尽量让对方觉得舒服，甚至尽量缩小自己的需求，让别人能够更轻松地爱我。我在爱里总是小心翼翼，像是在提着一盏快要熄灭的灯，怕火一不小心被风吹熄。
怕自己哪里做错，就会失去什么。我以为那是深情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我害怕失去。我也以为，爱一个人就要尽可能懂他的世界，承接他的情绪，接住他的不安，在他不说话的时候揣测，在他沉默的时候安抚，在他后退的时候向前。我以为那是成熟，后来才发现，那是我害怕不够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静下来，忽然看着自己在一段关系里的模样，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我对别人的方式，正是我最渴望别人给我的东西。我希望被理解，所以我拼命理解。我希望被珍惜，所以我努力珍惜。我希望被肯定，所以我不停肯定别人。我希望不被丢下，所以我抓紧每个细节，想证明自己值得。我希望被放在心上，所以我把别人放在很前面的位置，哪怕自己已经站到边缘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心里好酸，因为我终于看见，我在爱别人时付出的那些细腻，那些耐心，那些温柔，那些包容，那些倾听，那些理解，那些无微不至，那些不想让对方受伤的心，其实也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给自己的。只是我把这些爱全部都往外推，却从未真正流回心里。于是我开始慢慢的用我爱别人的方式回头爱自己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是正在照顾的那个人，我会怎么说话？我会怎么接住他？我会怎么安慰他？我会怎么陪着他？我会怎么保护他？我又会怎么对待他？然后我就照那样的方式对自己做。我开始对自己的情绪更温柔，不再第一时间责怪自己，开始愿意停下来听自己真正的需求，不再逼迫自己坚强，开始在累的时候抱住自己，而不是责骂自己怎么又失控。开始在迷茫的时候提醒自己，你正在努力，你正在前进，不是你不够好。慢慢的，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，我越能用爱人的方式爱自己，心里越不容易破，越不容易空，越不容易被一些微小的事情打碎，越不容易因为别人的反应就推翻自己的价值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，不是来自谁，不是来自某一段关系，而是来自我终于愿意把自己放在爱的范围里。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也看得更清楚，我以为的爱，其实常常混着恐惧，混着讨好，混着匮乏，混着失去自己的习惯。但当我开始观察自己是如何爱人，我也跟着理解，哪些爱是过度的，哪些爱是委屈的，哪些爱是害怕的，哪些爱是真诚的。我也开始分辨，什么是健康的爱，什么是让我耗损的爱，什么是因为孤单而抓住的连结，什么是让我更接近自己的陪伴。而越了解，我越知道该怎么以更完整的方式爱一个人，而不是用自己都无法承受的方式要求自己硬撑，
更重要的是，我更知道如何爱自己。我不再把自己放在爱的边缘，不再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，不再用过度的付出换取安全感，不再用委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不再把自己塞进不适合的框架里，只因为害怕没有爱。我知道，爱不会因为我把自己放小就变大，也不会因为我牺牲自己就变深。我越能理解自己，越能爱得干净，越能爱得稳定，越能爱的不是失去自己，而是回到自己。当我观察自己如何爱人，我也更理解什么样的爱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，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心真正感到平安，什么样的靠近才会让我变得更完整。而在这个理解里，我成为了自己的避风港，自己的拥抱，自己的支持，自己的光。我终于知道，原来爱自己不是对世界关上门，而是对自己打开那扇一直想被打开的心。当心中的频率变亮，生命中的人事物也会变亮。这句话真正被我理解，不是在我第一次听见它的时候，而是在我走过一段看似一切正常，却心里始终觉得暗暗的日子里。有一天突然停下来，才发现原来世界并没有变暗，是我自己把心里的光调得太低。那段时间，我什么都做得很好，工作正常，生活规律，人际往来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沉，好像每件事都必须提起气力才能撑住，好像每一次的微笑都是用习惯撑出的，好像每一个选择都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因为该这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无预警地觉得，自然而然的快乐离我有点远了。那种突然的空洞，像是在提醒我，我内在的频率已经悄悄降到一个我自己都没有察觉的低点。那晚我把灯关掉，坐在床边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的听自己的心跳。那是一种久违的接触，也在那个宁静里，我第一次很诚实地承认，我没有亮着，我只是在撑着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懂得，所谓的频率，不是玄学，不是神秘，而是你内心的状态，你的情绪，你的呼吸，你的念头，你的方向，你的光亮，以及你怎么看待自己，怎么面对世界的方式。当我心里暗的时候，不管外界给我多少好意，都接不进来；不管朋友怎么鼓励，都照不进去；不管世界多温柔，都像被一层薄雾隔开。我以为是运气不好，以为是世界疏离，以为是人生太难，但其实是我的频率悄悄掉了下来。于是那段日子里，我开始慢慢的，一点一点把光重新调回来。我从最小的地方开始，允许自己放慢，允许自己感觉，允许自己松一点，允许自己不必每件事都完美，允许自己休息，
允许自己说不，允许自己不为所有人负责，允许自己先照顾自己的情绪，允许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重新浮上来。刚开始，我什么都不求，不求结果，不求变好，不求奇迹，只求让心里的光重新被我看见。我开始去散步，去晒太阳，去真的吃一顿想吃的饭，去听喜欢的歌，去把沉重的情绪写下来，去观察自己的念头，去重新连结那些让我觉得安心的事物，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选择，像是一颗颗小小的灯泡，一盏一盏被我重新点亮。而就在我这样慢慢亮起的期间，生命中的人事物真的开始跟着变亮。我突然发现，好像自己遇到更多温柔的人，好像一些僵住很久的事情解开了，好像工作变得更有效率，好像之前一直没有方向的计划开始出现灵感，甚至好像连原本紧张的关系都多了一些理解和流动。那时我才深深明白，外在从来不是主角，是我亮起来，世界才会亮。不是世界变好了，是我的频率变亮了，所以我能看见世界里的好，能接住生命里的光，能吸引更好的事，能看见更好的选择，能遇见更有能量的人，能让运气愿意靠近我。频率亮起来，不是因为一切顺利才亮，而是你愿意让自己亮，顺利才会靠过来。后来我越来越相信，心是世界的起点，你用什么状态看世界，世界就会以什么方式回应你。当你心里亮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亮起来。你遇到的人会变得温柔，你面对的事会变得有解，你以为的困局会出现缝隙，你以为的困难会变得可前进，甚至你以为的平凡日常也会变得柔和。因为你亮，世界才会懂得亮。而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忽略心里的光，我知道它的重要，知道它能改变一切，知道它是我最真实的力量来源。当心中的频率变亮，生命中的人事物真的会变亮，因为你不再靠外界照亮自己，而是靠自己照亮整个世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